如果伪装有段位，那么这个男人绝对榜上有名。手臂经过涂抹上色后，便能与树干完美融为一体，甚至还能隐藏在石头缝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参加饥饿游戏。这是一场数十亿人同时观看的直播，24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男女将进行一场真人版吃鸡比赛，他们会战斗到死，直至剩下最后一人。胜利者可以跨越阶级，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原来，在未来23世纪，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园早已变得残破不堪。为了维护人类最后的生存空间，统治者将国家分成了12个地区，每个区都要选出一对年轻男女作为贡品，前往富人区参加1年1度的饥饿游戏。第12区是最贫穷的一个分区，我们的女主小美就出生在这里。第74届饥饿游戏如期而至，所有12岁到18岁的年轻男女全都聚集在广场上。接下来会以抽签的方式选出贡品，虽然被抽中的几率很小，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恐惧的神情。主持人开始抽选女性贡品，结果刚好选中了小美的妹妹，可她才12岁啊！小美知道妹妹在游戏中必死无疑，于是她挺身而出带妹参赛。这么多年来，她是12区第一个主动参赛的志愿者，人们纷纷为她的勇气表示敬佩。紧接着，男性贡品也被选了出来，是面包店老板的儿子皮特。他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与家人告别，多1秒都不行。时间一到，两人就被带上了前往富人区的列车。刚走进车厢，眼前的画面彻底让2人傻眼。只见车厢内摆着各种高档饰品，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在前往富人区的旅途中，他们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时，从隔壁车厢走来一位醉醺醺的男人，他是举办方给两人请来的导师。导师原本也生活在社会底层，后来通过饥饿游戏成功逆袭，如今跨越阶级成了富人。对方认为两人迟早都得死，并没有打算好好传授经验。可下一秒，小美让导师对她刮目相看。That is mahogany. 导师随即告诉两人，想要获得最后的胜利，首先要引起富人们的注意，只有获得他们的青睐，才能在关键时刻得到物资，包括武器、食物以及药品，哪怕是很小的一根火柴，都有可能改变比赛的最终结果。火车很快抵达了富人区，这里的科技高度发达，和他们生活的12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从没想过他们会受到如此规模的待遇。然而对于富人们而言，贡品只是玩物而已。他们先是对两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清洗，细致程度精准到每一个毛孔，随后又被送到了服装师面前。服装师对小美自愿参赛的行为很是敬佩，他给两人设计的火焰战服也在开幕式上赚足了眼球，留给富人们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统治者一番震撼人心的演讲过后，参赛者被带到了训练基地，接下来就是为期4天的训练时间。当小美来到训练场，直接被眼前的一幕吓傻。这里的人个个身怀绝技，有的人擅长冷兵器，可谓招招致命；有的人擅长极限生存，无师自通。原来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有些选手在娘胎里就开始训练，他们生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参加饥饿游戏来改变命运。所谓4天的训练时间，实际上是给场外观众的下注时间，哪位选手获得的关注度越高，也就意味着他能得到的物资越多。第4天的评估测试是选手们拉票的最后环节。小美因为过于紧张，第1箭射偏了，她调整状态射出第2箭正中靶心，可富人们早已对她失去兴趣，没人看见这一幕。小美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1箭射穿了8戒嘴里的苹果。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本以为这样做会惹怒那些评委，不料小美的评估得分全场第1，这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曝光机会。只见小美穿着红色礼服走上舞台，她轻轻转动身体，裙摆凭空生出火焰，这梦幻的一幕为她赢得了无数掌声。很快到了正式比赛这天，导师嘱咐小美不要一开始就去争抢物资，一定要猥琐发育，能一狗到底那是最好，不然以她评估第1名的身份，很有可能会遭到其他选手的围攻。比赛开始之前，举办方在选手们身上注射了纳米追踪器，再把他们关进玻璃管道内，随着通道的缓缓升起，24名选手纷纷来到了游戏场地中，所有选手在起点蓄势待发，场地中心堆放着大量补给和武器，数十亿观众都在观看着这场直播。接下来的10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随着倒计时的结束，所有人冲向赛场中心。小美刚跑到一半，便看见拿到武器的选手们开始疯狂厮杀。她随手捡起一个背包向树林跑去，不料刚进入树林就和别人撞在了一起。好在两人都不想动手，各自跑开。等跑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后，小美开始检查背包，里面没有食物，只有一些简单的户外用品，唯一的武器是一把匕首。这时天空突然响起炮声，一声代表一个贡品死亡，足足响了12声才停止。游戏第1天就已经死去一半，接下来的竞争会更加残酷。小美尽可能的避开其他人，然后利用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开始在附近制作陷阱。饿了她就抓野兔吃，渴了就喝河里的水，困了就把自己绑在树上休息。这里虽然是野外丛林，却到处装有伪装摄像头，选手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同步直播。这时一声尖叫惊醒了小美，她发现有人开始结盟，而他们的目标正是评估分数最高的自己。同区的皮特也被他们胁迫加入。小美继续向赛场边缘跑去，但游戏设计师不会让她得逞，观众们最想看到的是互相厮杀，于是设计师在她身后放了一把火，小美只能拼了命的跑。可更恐怖的是，后面还有火球在追着她。
设计师能够随意控制场内的大树，从而干扰他的逃跑路线。小美被迫跳进河里，刚好被结盟小队发现，他们像野狼发现兔子一样追杀着小美。小美腿部受伤，只能爬上大树躲避。好在这群人不会爬树，弓箭射的也不准。皮特建议大家在树下守株待兔，关键时刻，场外的导师通过关系为小美拉票。随后一份补给空降到了小美手上，这是能够快速恢复伤口的金创药。第二天，小美的伤口便完全愈合。这时，年龄最小的云香出现在树梢上，她提醒小美可以利用旁边的蜂巢脱困。于是，小美忍受着毒蜂的刺痛，用小刀一点点锯断了树枝。随着蜂巢的掉落，大量变异杀人蜂飞出，树下的几人只能四散而逃。跑得最慢的金发妹被杀人蜂包围，等到小美过来时，她已经不成人样。小美顺手捡起地上的弓箭，准备离开，不料杀人蜂的毒液很快让她晕了过去。等她再次醒来，已经是2天之后，伤口上敷着草药，武器也在身边，是小云香救了她。两人饱餐一顿过后，决定联手去资源库偷物资。云香在另一处生火吸引注意力，对方只留下1人看守物资。小美觉得机会来了，可刚想出动，却被别人捷足先登。只见一个女孩用凌波微步偷走了补给，小美这才意识到补给周围布满了炸弹。不过女孩引开守卫后，给小美创造了机会。通过细心观察，她决定射掉袋子里的苹果，引爆炸弹。不料炸弹的威力太大，竟把补给也炸得灰飞烟灭。无功而返的选手们发现物资被炸毁，直接扭断了看守的脖子。所谓的暂时结盟也不过是强者的把戏。小美急忙跑回树林寻找云香，发现云香被陷阱困住，她二话不说就冲上去解救。这时迎面飞来一根长矛，小美本能躲闪，反手就给了对方一剑。可当她回头时，发现云香已被长矛击中。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小美也无能为力，只能安抚着云香慢慢睡去。她痛恨这泯灭人性的游戏，不断怒吼着表达自己的不满。随后又对着镜头做出了代表信仰的手势。镜头前的12区平民被她感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愤怒。为了平息这次暴乱，统治者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他下令可以让来自同一区的贡品同时胜出。小美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她顺着河流寻找着皮特，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原来皮特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块石头。小美为皮特处理伤口后，把他搀扶到了隐秘的山洞中，随后又轻轻吻了一下皮特。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假扮情侣博得妇人的同情。没过多久，物资果然送了过来。小美细心照顾着受伤的皮特，皮特却在此刻表白自己一直暗恋着小美，这让小美颇为尴尬，因为男友还在家里等着她。夜幕降临，天空突然传来广播声，说是在广场中心投放了大量物资。为了尽快让皮特得到救治，小美决定独自前往广场拿物资。5区的奔跑女孩依旧靠自己的优势取走了一个袋子。小美发现周围没有其他人，也很快冲了过去。然而她刚拿起补给，飞刀女突然出现，小美的额头被利器划破，她起身反击，可对方动作灵活躲了过去，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飞刀女逐渐占据上风，她用刀抵住了小美的脖子，还向小美炫耀着自己杀了多少个贡品。这刚好被云香同区的人听到，她冲上来就扭断了飞刀女的脖子。念在小美曾救过云香，便放了她一马。小美拿着药膏回到洞穴，他们为彼此涂抹药膏，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就连游戏背后的工作人员也被此情此景感动。第二天，两人分头寻找食物，突然一声炮响传来，小美以为皮特遭遇不测，赶紧过去寻找，发现皮特正在摘一些含有剧毒的果子，而死去的正是一直尾随的奔跑女孩。她因为偷吃了皮特的果子一命呜呼。为了让最终的决战更加精彩，设计师在树林中投放了一只猛兽。果然到了夜晚，传来小黑哥的惨叫，只是他们并不知道黑哥死于猛兽之口。两人继续向前摸索，突然猛兽冲出来扑倒了皮特，小美迅速拔剑射击，暂时击退了猛兽。两人继续逃命，设计师觉得还不过瘾，紧接着又投放了2只猛兽。两人一路跑到广场中央，爬上物资房才躲过了一劫。不料早就埋伏在此的男人袭击了他们，一番激烈的撕扯过后，男人锁住皮特挡在身前。小美拉弓瞄准，却不敢贸然射击，如果直接射死对方，皮特可能也会掉下去。关键时刻，皮特给小美打了个暗号，小美心领神会，一箭射中男人的手臂。皮特转身一推，男人便落入猛兽之口。最后赛场上只剩下他们2人。这时天空缓缓亮起，可总统竟然出尔反尔，表示之前共同胜出的规则取消，言外之意就是想看这对苦命情侣自相残杀。两人知道自己被妇人玩弄，他们都不想伤害对方。小美决定一同吃下夺命野果，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向高高在上的妇人抗议。可就在最后一刻，设计师及时阻止了两人。这是第一次同时产生2名胜利者，而设计师因为自己的设计漏洞，直接被统治者刺死。小美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妇人们的游戏规则，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统治者还在盘算着一盘更大的棋。比赛结束后，小美和皮特收获了无数财富，并住进了圣者庄园的大别墅中。这天，小美刚回到家，没想到总统早已等候多时。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要求两人在接下来的全国巡演中向都城表示感恩和服从，否则会让他失去所爱之人。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小美只能委屈臣服。两人先是来到了第11区，这里也是云香长大的地方。想起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云香，小美并没有照稿发言，而是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民众被她的真诚打动，纷纷举起了代表信仰的手势。不料士兵将带头的老人就地处决。为了保护无辜的民众，小美在其他区的演讲上只能照稿发言，但有些年轻人知道这不是实话，依旧高举着信仰之手，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们反抗的情绪越来越严重，包括总统自己的孙女竟然也开始模仿起了小美的发型。 When did you start wearing it like that? Everyone at school wears it like this now, Grandma.
嘲笑鸟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这样下去事态会越发严重。为了让民众们乖乖听话，总统开始加大施压力度。第12区的黑市商品被士兵扫荡一空，小美青梅竹马的男友被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总统心里很想除掉小美，但又不能让这个万众瞩目的人凭空消失。这时，一位游戏设计师找到了总统，他称自己可以让小美在游戏中合理消失。饥饿游戏每隔25年就会举行一场世纪极限赛，今年的第75届饥饿游戏，也就是第3届世纪极限赛，贡品不再随机抽取年轻男女，而是从12个区的历届冠军中挑选。可悲的是，第12区只有3个冠军：小美、皮特，还有他们的导师。女性贡品铁定是小美了，而男性贡品会在皮特和导师之间选出。主持人抽到了导师，不料皮特自愿选择参赛。再一次成为贡品的两人，甚至没有和家属告别的时间。抵达都城后，服装师又给两人设计了全新的礼服。开幕式当天，最后出场的小美和皮特再次用炫酷的火焰礼服闪耀全场。两人很快来到了全新的训练基地，他们的对手不再是普通的菜鸟，而是历届饥饿游戏的冠军。想要在极限赛中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要寻找盟友。可对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怎么看都不靠谱。这时，一旁的夫妇引起了小美的注意，走近一聊才知道两人都是科学家，夫妻俩也很随和，还告诉了小美如何发现电磁立场。比如评委席前就有一道电磁屏障，小美猜肯定是去年自己射的那一箭，才让评委们有所防备。随后，她又结识了白发苍苍的马格斯，他是一位聋哑人，曾经也是饥饿游戏的冠军，如今代替年轻人来参赛。小美跟他学了做鱼钩的方法，作为回报，他也给老人教了一些射箭技巧。小美在训练室中百发百中，她那矫健灵活的身法引来了不少选手的围观。目前超过一半的选手都想和她结盟。小美不想对熟悉的朋友下手，她和皮特约好了不跟其他人结盟。到了最后的技能评估环节，皮特凭借出色的画工，在地上画了云香的画像，这更是激发了小美内心的愤怒。她直接用绳子吊起一个假人模特，随后做出嘲讽的谢幕动作。模特胸口赫然写着上届设计师的名字，是小美间接杀死了他，这是在公然挑衅本届设计师。第二天，饥饿游戏正式开始，选手们全被植入了纳米追踪器。小美和服装师深情告别，她的成功离不开服装师。可小美刚走进通道内，几个士兵就冲进来开始殴打服装师。小美看着好友被活活打死，自己却无能为力。火焰女孩的缔造者就此下线，这是总统对小美的报复行为，她身边的所有人都得死。随着电梯缓缓上升，小美来到了全新的竞技场中，场地中心摆着各种武器和补给。随着倒计时的结束，小美迅速跳进水里，她不顾一切地向前游去，最终她第一个冲上岸，顺利拿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弓箭。再一转身发现了尼克，还好是自己人。尼克曾在14岁就拿过冠军，是饥饿游戏史上最年轻的胜利者。两人很快救出了被困在水里的皮特，然后再带上马格斯一起冲进树林躲避。4人临时同盟，当务之急是找到淡水。皮特拿着砍刀在前面开路，后面的小美发现光线有些不对。原来前方有一堵电磁立场，受到电磁冲击的皮特已经没了呼吸，小美被吓得手足无措。好在尼克及时给他做心肺复苏，皮特很快醒了过来。为了找到安全的路线，小美索性爬上附近的大树。她发现天空似乎也有磁场，于是对着云层射出一箭。原来电磁立场是个穹顶，他们的位置在竞技场边缘，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中，很难按照自然规律找到水源。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几人只能先找个地方休息。这时天空投射出了白天的死亡名单，仅1个下午就有8人死去，同时导师也为他们送来了补给。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水龙头，只要把它插在树干上，紧接着一股清澈的淡水从树内流出。几人好饮之后正准备休息，这时天空传来12声钟鸣，表示到了午夜12点。几人先去休息，小美留下来放哨。这时远处的大树正遭受着雷击，但她并没有放在心上。片刻过后，身后突然飘来一股浓雾，小美好奇的伸手触碰，瞬间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手背生出无数水泡。她赶紧叫醒大家远离毒气，然而毒气蔓延的速度很快，几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马格斯由于行动不便，不想再拖累大家，他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毒气之中。3人来不及悲伤，只能互相搀扶着继续逃命。突然脚下一空，3人连滚带爬跌下山坡，毒气离他们越来越近，几人已经没有力气再跑。关键时刻，毒气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住，随后慢慢散去。小美爬向身后的水坑，发现清水可以修复被腐蚀的皮肤。3人忍着剧痛治好了身上的伤，可刚想喝点水补充体力，发现四周早已围满了山魈。几人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想要慢慢走回沙滩边上，可山魈并不想给他们活路。小美率先射出一箭，人魈大战一触即发，奈何对方数量太多，众人只能边打边退。皮特被一只山魈逼近绝路，这时从树洞里冲出来一个伪装者，挡住了山魈的致命一击。几人拖着重伤的伪装者来到水边，同时山魈也停止了攻击。伪装者本可以一直躲下去，可他为何会冒死相救呢？这让小美百思不得其解。随后树林里又跑出来3个人，是科学家夫妇和乔安娜，他们刚才经历了一场血饮，女科学家似乎受到了刺激，嘴里一直叨叨咕咕。这时远处再次出现闪电，而且和昨天的位置一模一样。
这个表盘形状的竞技场被分成了12个大小相同的区域，每个时间点都会在固定的区域发生灾难。午夜12点和正午12点会有雷电，1点会有血雨，2点是毒物，3点会有变种山魈出没，10点会发生巨浪。除了这5个时间段以外，暂时还不清楚会发生什么。这时脚下的地面发生剧烈转动，原来设计师发现他们已经掌握了规律，想要企图扰乱方向，大家尽可能的抓住地面，防止被甩出去。可小美还是体力不支掉进了水里，这时设计师才满意的停止了转动。好在大家都并无大碍。没过多久，小美又在树林中听到了同伴的叫声，可再仔细一听，发现这是嘲笑鸟发出的声音。无数亲人的声音回荡在周围，这让小美崩溃不已。最后在皮特的安抚下，小美逐渐平静了下来。几人再次来到岸边，博士突然想到了一个计划，他要用电线缠住那棵被雷击的大树，然后把另一头埋在沙滩旁的水里，等其他选手返回沙滩取物资时，可以将他们一举歼灭。众人很快来到了大树下，博士用他的专业技能在树上缠好线圈，随后让小美和乔安娜回去设置陷阱。两人还没走多远，便遭到了职业杀手的袭击。小美刚想拔剑反击，却被乔安娜从身后一棍子放倒，还在她的手臂上划了一刀。等小美醒来后，几人早已不见踪影。意识到自己被同盟背叛，他立刻跑回去解救皮特。这时博士却被磁场弹飞晕了过去。随后尼克也闻声赶来，可小美不再相信任何人，她举起弓箭瞄准了尼克。这时尼克的一句话点醒了小美。Remember who the real enemy is. 小美瞬间恍然大悟。临近午夜，乌云开始在空中汇聚，她随即将电线缠在箭头上，直接对着天空射了出去。最终穹顶被强大的电压撕裂，小美瘫痪在地上动弹不得。片刻过后，一道希望的曙光照向小美，最终被收尸的飞行器抬走。当她再次醒来时，发现身边躺着昏迷的博士。小美悄悄拿起针管防身，没想到打开门之后，看到导师和尼克与游戏设计师混在一起。原来设计师来自消失的第13区，这届饥饿游戏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策划好了。除了1区和2区以外，大部分参赛者都知情，没有让他和皮特知道计划，其实是在保护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伪装大神会舍命相救，落水时设计师会立刻叫停。乔安娜割伤他的手臂，也是为了帮他取出追踪器，而博士拉线的目的是想利用雷电来破坏竞技场，不料被2区的杀手打乱了计划。乔安娜和皮特也被总统抓走。随后小美被送到了新建的第13区，盖尔告诉她，饥饿游戏结束之后，总统派飞船炸毁了第12区，只有少部分人逃了出来，他的母亲和妹妹都还活着。得知自己的家乡被毁，小美的眼神有了明显的变化，真正的革命即将开始。这才是一箭双雕的最高境界。女人张弓搭箭，朝着天空蓄力一击，轻松击落了2架武装战斗机。这是一种特制的箭头，黑色的是普通箭，黄色的为火焰箭，红色的是爆炸箭。前不久在饥饿游戏的竞技场中，小美击破了坚固无比的穹顶立场，然而自己也陷入了昏迷状态。当她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前往13区的飞机上。原来曾经被国会夷为平地的第13区，一直隐藏在地底深处。眼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人，正是反抗军的首领科因。他们向小美解释道，饥饿游戏结束后，有7个地区同时吹响了反抗的号角。正是因为小美不甘屈服的精神，让无数民众看到了希望。反抗军不计代价救小美出来，就是想让她继续作为引路人，让更多地区加入反抗阵营。然而小美并不在意这些，她现在只关心皮特的安危。为了激起小美内心的反抗精神，盖尔带她回到了家乡。眼前的场景让小美彻底崩溃，曾经的家园早已面目全非，只剩下轰炸后留下的废墟，地上被烧焦的尸体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然而她的房子却安然无恙，花瓶里还放着一朵白玫瑰，说明总统来过这里，这是一个警告。与此同时，斯诺总统为了镇压民众，开始全国直播演讲。他称反抗军为叛国者，并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下将几名反抗者就地处决。Prepare to pay the ultimate price. 没过多久，小美在电视上看到了皮特的身影。皮特作为采访嘉宾，一直在为小美说话。他表示小美从未参与过反抗运动，还呼吁大家放下武器投降，因为杀戮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糟糕。显然，皮特是在为国会区发言。这番言论惹怒了电视机前的反抗军们，他们认为皮特是一个叛徒。可小美始终相信皮特，他是被国会威胁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为了救出皮特，小美和科因达成了协议，她愿意用嘲笑鸟的身份为反抗军发声，条件是反抗军必须救出皮特和其他贡品，并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行。为了让小美更加配合，他们还抓来了小美的经纪人艾菲。艾菲带来了服装师的遗物，里面有个嘲笑鸟徽章，还有他为小美设计的最后一件战衣。小美穿上战衣之后，来到摄影棚，准备拍摄一段宣传片，用来鼓舞那些还在犹豫的民众。可小美毕竟不是演员，台词说的总是磕磕巴巴。We dare to end this hunger for justice. 即便最后能够流利地说完台词，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导师建议小美前往实地拍摄，才能够说服民众。在出发之前，博士为她设计了新武器，不仅强化了反曲弓，还丰富了箭头的功能。小美带着全副武装的拍摄小队，来到了战火肆意的第8区。临时医院里躺着无数受伤的平民，看着惨不忍睹的画面，小美内心十分复杂。然而她的到来，让伤员们再次看到了希望。You're to fight with us?
I am. I will. 受到鼓舞的民众纷纷举起熟悉的手势，小美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信仰。然而他们的行踪很快被总统发现，小美一行人刚离开医院大楼就被夷为平地，伤员无一幸免。看着眼前被炸毁的大楼，想想那些惨死的伤员，小美内心的愤怒被彻底激发。You can torture us and bomb us and burn our districts to the ground. But do you see that? Fire is catching. 宣传片很快在各大区传开，受到鼓舞的民众无所畏惧，哪怕身后是全副武装的国会士兵，他们依旧没有停下脚步。民众纷纷爬上大树，树下的士兵疯狂扫射，可下一秒，他们就被炸得粉身碎骨。反抗军迎来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小美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那些无辜死者的身上。她的内心备受煎熬。由于多地发生暴乱，国会区再次拿出皮特来做文章。他不仅嘲讽小美的宣传片，还劝她不要被反抗军利用。屏幕上的皮特看起来十分憔悴，小美知道他一定是遭受了折磨。为了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小美又回到了第12区，因为这里是她和皮特的故乡。这时，一只嘲笑鸟飞到了他们身边，摄影师建议小美唱首歌，让嘲笑鸟传下去。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后来这首歌被广为传唱，越来越多受到鼓舞的民众开始了反抗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敢义无反顾地冲向国会电站。前面的人群被射杀倒地，后面的人继续跟上，直到把炸弹送进大马。随着一声巨响，发电站被炸毁，国会区陷入了停电状态。可他们依旧用备用电源，让皮特继续在电视上指责反抗军滥杀无辜。与此同时，博士利用黑客技术强行插入了小美的画面，这让皮特恢复了短暂的理智。他告诉小美，国会区正准备轰炸第13区，让他们赶紧躲到安全地带。科因相信了皮特的警告，赶紧让所有人躲到地下避难所。没过多久，轰炸机果然来了。好在他们并不清楚13区的具体位置，只是在地面上胡乱轰炸。反抗军撑过了这场空袭。科因决定继续拍摄视频，告诉其他区，他们的嘲笑鸟依然活着。可当小美来到地面，发现满地都是白玫瑰，这是总统给她的最后警告。如果再继续配合反抗军，他们就会杀掉皮特。这一刻，小美退缩了，她不想拿皮特的生命去冒险，不愿再为反抗军录制视频。这时，导师找到了小美，称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计划，现在由尼克出镜直播演讲，吸引国会的注意力，同时派出一支突击小队前去营救皮特。营救小队趁着夜色潜入了国会区，他们在训练基地寻找皮特等人。这时灯光突然亮起，国会区恢复了电力，直播信号也被切断。为了继续掩护小队的行动，小美要求与总统进行对话。转播信号很快恢复正常，小美请求总统能够放过皮特，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料这个老狐狸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动。 Don't you think I know your friends are in the tribute center? 总统直接挂断视频，小美再度陷入绝望。可没过多久，救援小队带着皮特和其他幸存者平安回到了第13区。盖尔称是总统故意放他们回来的，这背后肯定又是另一个阴谋，但他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小美看着骨瘦嶙峋的皮特，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下一秒，皮特突然发狂失控，他死死掐住小美的脖子不放。等到小美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脖子被打上了指甲，连声带也受到了损伤。原来皮特已经被药物控制，越是自己最在意的人，就越想杀死对方。这正是总统的诡计，他把皮特改造成了刺杀小美的人体武器。可就在这时，科因却向反抗军大声宣告，他们已经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所有人为此欢呼雀跃，只有在病房里的小美始终乐不起来。她看着痛苦挣扎的皮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男人轻轻扔出一块石头，左右2把加特林开始疯狂扫射，任何活物都别想通过这里。等武器弹药耗尽之后，小队继续前行。然而都城到处都是机关陷阱，要是没有全息图，他们将寸步难行。小队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轻松找到了机关，小美摆好姿势射出一箭，街道两侧喷出熊熊烈火。这时科因再次搞事情，他把皮特也送到了前线，说是皮特的出现可以打击国会士兵的士气，实际上是想让他解决小美。老黑早已看透科因的想法，他不想看着小美成为政治工具，于是告诉小美，科因一开始想救的人是皮特，并不是小美，他不喜欢自己无法控制的人。小队继续前行，由于全息图没有实时更新，老黑不小心触发了新的机关，只剩下半截身子的老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全息图的使用权移交给了小美，并且提醒她不要相信任何人。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另一名队员再次触发了机关，海量石油如潮涌般向他们袭来。这时皮特突然攻击小美，另一名队友上前帮忙，反被皮特推进了石油之中。石油离他们越来越近，众人一路跑进大楼，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等到石油慢慢退去，他们留下2名队员等待救援，其他人继续执行任务。结果刚来到对面大楼，就发现士兵包围了过来，伤员所在的位置直接被粉碎。还好刚才的石油挡住了附近的监控，他们并未发现小队还有幸存者。随后总统向全国发出通告，表示已经消灭了嘲笑鸟小队。反抗军以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被杀，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他们一路高歌猛进，包围了都城。几人想要继续完成任务，可距离总统的老巢还有70几个街区，街上的陷阱比人还多。这
这时雅各建议他们走下水道，因为他曾参与过城市的建造，对下水道很熟悉。小美用全息图进行检测，没有发现机关陷阱。几人在黑暗的下水道中缓缓前行，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处洞口，可就在最后一名队员通过时，这是总统释放的变异蜥蜴人，众人只能边打边退，蜥蜴人越来越多，小美几乎射完了手中的箭。好在雅各很快找到了逃生通道，尼克为了掩护小美撤退，一直战斗到了最后。可就在他爬上梯子的瞬间，直接被蜥蜴人拽了下去，小美只能忍痛扔下炸弹，结束了尼克的痛苦。剩下几人很快来到了地铁通道，不料通道内早已布满陷阱，一名队员瞬间被光束粉碎，同时身后的地面开始爆裂。关键时刻，皮特突然发作，结果连医生都治不好的皮特，直接被小美的一个吻成功唤醒。随后在金发姐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都城的朋友家躲避。与此同时，总统为了保护都城的市民，让他们全都来到自己的府邸避难。小美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她和盖尔乔装成都城市民，跟着人群向总统府走去。路上有士兵在检查市民的身份，可就在他们快被发现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原来是反抗军攻进了城内。两人赶紧找掩体躲避，不料装甲车直接被炸弹掀翻，盖尔也被冲上来的士兵抓走。小美继续向总统府靠近，这时天空飞来一架飞机，并投下了大量补给。都城市民纷纷伸手去抢，不料这些补给是炸弹，无辜市民在爆炸中殒命。小美也被冲击波震晕过去。当她再次醒来，看见妹妹的救援队在不远处，她刚想上前和妹妹会合，突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当小美再次醒来时，已经是2天以后。母亲的眼神告诉小美，妹妹永远离开了他们，反抗军打赢了这场战争。小美来到总统府的后花园，见到了早已沦为阶下囚的老总统。原来对方已经身患重病，他随身佩戴的白玫瑰就是为了掩盖嘴里的血腥味。但有一件事他必须说清楚，原来最后投下的炸弹并不是他的命令。大势已去的他完全没有必要轰炸自己的市民。小美半信半疑地回到住处，她质问盖尔斯诺总统的话是否属实。盖尔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随后科因召集了一些重要人员，并宣布自己将担任临时总统，他将会重启饥饿游戏，让都城市民像他们一样自相残杀。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最关键的一票落在了小美身上。一向善良的小美竟然同意了，条件是必须由自己来处决斯诺总统。处决日当天，嘲笑鸟身着黑色战衣，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缓缓走向了行刑台。施惠国即将走向新的纪元，女总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小美张弓搭箭，瞄准了绑在柱子上的老总统，她的眼神逐渐变得犀利。下一秒，小美调动箭头，倒下的竟然是女总统。这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的敌人不是某个总统，而是统治者带来的暴政。小美给自己准备了一颗毒药，好在关键时刻被皮特阻止。老总统被愤怒的人群撕碎，女总统的野心也落下了帷幕。最后，民众通过选举选出了大家认可的领导人。影片的最后，小美回到了第12区。当她走进房间，看见了那只妹妹养的猫，小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个坚强的女人第一次嚎啕大哭。几天过后，小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更令她没想到的是，皮特竟然也回到了这里。两人终于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3年过后，他们身边多了一对可爱的儿女。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才幡然醒悟，原来平静的生活是如此的难能可贵。